大外甥，求求你把海藻重新种回去吧。不好意思，我可是守法公民，不能违规占用公共水道。小泽，你表哥投资100多万的鲍鱼，再有1个月就要上市了，可你这排破水草挡了他的活水，等于掐断你表哥的活路。咱一家人别伤和气，听你老舅的，赶紧拆了。大舅，这排海藻礁不仅是用来净水的物理过滤网，更是冷水湾的缓冲带，外海水流确实被挡住了。但您看这组数据，东南方向200海里外，夜光藻和裸毛藻的繁殖密度已经超过了安全事实，一场慢性的毒赤涝正在向内湾渗透。海藻礁不挡着，毒水直接灌进来，整个冷水湾的网仓全得死。哼，少拿这些机器里的红绿线来吓唬我。咱们冷水湾好几年没闹过赤潮了，我只知道你这草把外海的活水挡了，那300万的鲍鱼排现在一点天然饵料都吃不着。大舅，您的鲍鱼长得慢，是因为养殖密度超标了3倍，水流不畅导致底层缺氧，和海藻礁没有直接关系。看在您老的份上，我让助手帮您重新做一套网腔的改造方案，免费提供增氧设备，只要把密度降下来，鲍鱼的生长速度绝对能提上去。放屁！陆泽，你少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还让我降密度，降了密度，老子少赚的钱你来补吗？耗子，好好说话。爸，跟他有什么好说的？你就是眼红我那300万的极品鲍鱼，生怕我赚的比你多。我告诉你，陆泽，今天你必须雇人把那排破水草给我拔干净，把外海的激流给老子放进来。我再说最后一遍，拆了屏障，毒赤潮会毫无阻挡的灌进来，你们会绝收。绝收老子也认了，用不着你在这装好人。好言难劝，既然你们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不顾，那我无话可说。但海藻礁是我的私人资产，不拆。行，你小子有种。爸，咱们走。他以为这片海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走着瞧。小泽，六亲不认，路会走窄的。大家来评评理，哪有这么当外甥的啊？他陆泽在外面赚了几个钱，搞了个高科技大铁盘子，现在故意拿那排破草堵在交界口，硬生生断了我家鲍鱼的活水。他这是仗着有钱，要砸亲舅舅的饭碗啊！大王叔，小泽那孩子平时见人客气，还帮村里修过发电机，他不至于为了这点水流故意卡您吧？就是啊，小泽那网箱都在外围，是不是有误会？误会？他那是心黑透了。你们知道他刚才是怎么堵我的吗？他不仅不拔草，还拿个破屏幕指着我的鼻子说，外海马上就要爆发毒赤潮，说咱们冷水湾的网箱全得绝收。他真这么说？这不是咒咱们村吗？好几年没闹赤潮了，他凭什么敢开这种烂口？乡亲们，你们以为他只是嘴巴毒，他那是想要大伙的命。我去镇上打听过了，陆泽种海藻的那片水域，国家规定叫公共潮汐水道，那是咱们全村网箱换水，吃外海天然肥料的金水嘴。他陆泽为什么要占着水道不放？就是为了用那排草，把外海的营养全截留在他自己的地盘。他那水清了，黑金鲍养肥了，可大伙的鱼虾吃什么？吃他过滤剩下的残羹散粥。这套荒谬的阴谋论犹如一颗炸弹，直接在人群中引爆。村民不懂微电潜，也不懂生态防线，他们只认一个简单的逻辑：水流进不来，自家的海鲜长得慢。我赚了大钱，那就是抢了大家的资源。难怪我家的青蟹最近个头一直不长，原来是水稻被他截了，搞了半天是喝咱们全村的血。
拆！必须让他拆！那是集体的水道，凭什么他霸占着？跟这种自私的人没法讲理。咱们全村签字画押，他不拆，咱们就直接去告他。今天叫咱们去告他，让上面来封他的场子。我签。不到10分钟，那张薄薄的白纸上密密麻麻盖满了代表着全村民意的红纸印。陆总，他们来了，需要呼叫安保吗？不用，打开外放扩音器。陆泽，滚下来，给大伙儿一个说法。这是全村60户蒋之入的联名举报。你非法截断公共水道，咒全村水产死绝。今天必须把海藻礁拆了，拆了防线，把活水还给我们。我再说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这不是什么水道截流，这是一道生态防火墙。外海的微藻密度已经达到致命级别，你们现在要拆的是你们自己网箱的最后一道免死金牌。迷信救不了你们的鱼，真等毒水进来了，这封举报信就是你们签下的死亡宣告。还在这装神弄鬼！陆泽，你不动手是吧？行，我们明天就把举报信交到镇上和海洋局，等官方出面强拆，我看你还怎么硬气！乡亲们，咱们走，明天等政府的人来收拾他。陆泽，村里60户养殖户联名举报你非法固筑障碍物，我们来现场核实。撤。科长，比对过邓水湾的海域规划图，这排海藻礁的主体虽然在陆泽的承包范围内，但边缘的延伸带确实压过了红线，占用了大约3米的公共潮汐水道。听见没有？政府的仪器测出来的。陆泽，你还有什么话好说？你就是个占金便宜的小偷。小泽，大舅早就劝过你，做人不能太贪。现在惊动了政府，我看你怎么收场。走，强拆！陆泽，数据确凿，你这道防线虽然有净化水质的作用，但在程序上确实违规占用了公共水道。按照规定，我们要给你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你立刻拆除越界部分。如果不配合，我们将强制拆除，并处以罚款。配合执法，理所应当。既然越界了，我认罚，也认拆。哼，算你小子识相，既然认了，那就赶紧雇船拔草。大伙儿的网仓还等着喝这口急流呢。拔草可以，拔草可以，但在这之前，把字签了。陆泽，你搞什么鬼？怎么，敢闹事逼宫，不敢承担后果？你不是懂政策吗？你不是非要这口活水吗？签了它，我马上调工程船进场，连根拔起，一根草都不给你们留。装什么大尾巴狼？不就是一份免责书吗？老子巴不得跟你撇清关系。爸，大柱叔，都过来签！有政府的人在这看着，咱们还怕他讹人不成？签了字儿，活水就进来了，咱们的鱼虾就能疯长。小泽，你少拿这些纸来吓唬人。
真当老天爷是你家开的？你说有赤杀就有赤杀？陆总，字儿签完了，手印也按了，船呢？进来了，活水进来了！潘多拉的魔盒已经被这群人亲手砸碎。李明，在。陆总，关闭基地外围所有物理闸口，全面启动核心区微电解高频隔离网。是。海藻礁被强拆后的第7天，冷水湾迎来了极其反常的繁荣。发了！爸，你快看，咱们发了！我说什么来着？啊！活水一进来，这海里的浮游生物和营养盐全灌进咱们的网箱了。照这个涨法，最多再过半个月，咱们这批货就能提前上市，赚他个盆满钵满。浩哥，你这网箱离风口最近，可算是吃着第一口肥肉了。大伙虽然在后面，但这2天网箱里的鱼确实也比以前欢吃多了。还是大旺叔有眼光，带咱们拔了那排破草。那是。陆泽那个书呆子还拿什么赤潮绝收来吓唬老子，他就是眼红咱们发财。乡亲们，今晚大榕树底下，老子摆流水席，啤酒海鲜管够，咱们庆祝庆祝这挡路的丧门星被拔了。浩哥阔气！外围钛合金探头的涂层检测完毕没有？报告陆总，32个探头全部完成绝缘复检，高频微电解隔离网已经可以承受120%的超负荷运转。但是，外海的微岛前锋已经顺着急流，极其隐蔽地渗入了冷水湾的外部水域。因为夹在大量的正常浮游生物中，肉眼目前根本看不出水质变色。孙浩他们的网箱处于急流口，现在的疯长完全是海藻爆发前的营养盐过剩导致的。这是一种极其典型的病态催肥。切断与外部海域的一切水体交换，启动内循环维生系统，将隔离网的电解功率再上调15%。可是陆总，那样的话，我们的电费成本每天会增加2万元。按我说的做。来，干杯！祝大伙今年全都换新船，盖新房。前锋已经渗进来了。备快艇去村委会。小泽，你这大清早的，没时间解释了。看红线，毒赤潮的先头部队已经过了交界口，孙浩他们的网仓在最外面，目前底层氧气已经被大量消耗，最多再过48小时，毒素就会全面爆发。这可咋整？村里大伙的全部身家都在海里啊！现在唯一的办法是立刻起网，提前打捞。虽然鱼虾还没完全长主斤量，提前卖会损失30%利润，但如果等毒水彻底翻上来，损失就是100%，连本金都得赔个底朝天。
全村养殖户注意，全村养殖户注意，放下手里的活，立刻去码头。外海的毒吃潮进来了，不想倾家荡产的，马上开船去把网箱里的货全都捞上来。能卖多少是多少，晚了就全完了，立刻打捞！快捡来绳！这老天爷是要绝咱们的后路啊！赶紧起网，都给我住手！慌什么？都慌什么？谁告诉你们有吃潮的？啊！你们自己长眼睛不会看吗？水是不是清的？鲍鱼是不是活蹦乱跳的？要不你出示才可。可是大王说，村长在广播里说的清楚啊！而且村长懂个屁，他就是被陆泽那个小兔崽子给忽悠了。你们动脑子想想，咱们现在的鱼虾正处在疯长的节骨眼上，再养10天，1斤能多卖30块钱。现在捞上来叫什么？叫贱卖！乡亲们，你们还不明白吗？这就是陆泽的毒计。他看着咱们这2天爆网，眼红的要命。他故意散布这种绝收的谣言，就是为了逼着大伙把没长成的货贱卖掉。等咱们手里没货了，省城的老板就只能去买他的黑金豹。他这就是在断大伙们的财路，好让他一家独大。是啊，咱们这批货要是现在捞，最少得亏大几万。而且这水看着好好的，哪里有赤潮的影子？不会真是陆泽眼红咱们吧？小泽，你来的正好，你倒是给大伙说说，你安的什么心？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骗大家贱卖海鲜，你缺不缺德？大王，你糊涂！小泽那是拿卫星数据看出来的，底层水已经没氧气了，你们现在不捞，明天全得死在海里！哼，老村长，你年纪大了，就别跟着外人瞎掺和咱们村的事儿了。怎么，防线被我拔了？现在只能靠造谣来恶心我？我告诉你，陆泽，老子现在网箱里的鲍鱼一天一个样，你想断我的财路，门儿都没有。村长，您不用再劝了，防线是你们逼着拆的，生死状是你们自己按了手印的。今天打捞止损的通知我已经发了，命是你们自己的，钱也是你们自己的，言尽于此。这冷水湾的死活，从这一秒起，与我陆泽再无半点关系。呸！装什么活菩萨！乡亲们，别听他放屁，该下网下网，该喂料喂料。半个月后，咱们集体去城里买车。哎呦，王总，您大老板怎么亲自下基层了？船上脏，您站码头就行。孙老板，废话少说，下面的人汇报说你这批货长势不错，提前到了肥挑期。那可不，您看这裙边，这肉头，外海的活水直接灌进来，纯天然营养，能不肥吗？货没问题，营养处于饱和状态，是近期难得的极品。明人不说暗话，你这批货我全包了。收购价按市场最高价再上浮30%，但前提是半个月后交货时必须保证全须全尾，还是现在这个品质。加30%，这可是整整500万的天价！除去成本和买苗的欠款，我能直接跃升为冷水湾首富。慢着，高收益对应高风险。我把丑话说在前面，省城的酒店等着米下锅。你要是半个月后交不出货，或者货质量不行，
按违约条款，你不仅要全额退还我今天支付的100万定金，还要额外赔罚300万的违约金，白纸黑字，具备法律效力。敢签吗？有什么不敢的？王总，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哈哈哈哈哈！我这网墙里的货，比我亲爹的命还硬。叮咚，鸡宝宝到账100万元。半个月后，冷链车队来提货。发了，爸，咱们彻底发了！耗子，有了这笔钱，咱们去镇上全款订那套大平层。我看以后冷水湾，谁还敢对咱们家指手画脚？浩哥，恭喜发财啊！500万的大单子，浩哥这魄力，全村谁比得上？这回您可是把陆泽那个彻底踩在脚底下了。陆泽，那兔崽子早上不是还发广播咒老子绝收吗？老子现在就拿着500万的合同，他算个什么东西？呸！签下天价合同的第3天，冷水湾的天空压着一层极其厚重的铅灰色阴云，海风停了，整个海面像是一潭死水，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怎么回事？有点蔫。昨天晚上投的料，怎么一口没吃？我知道了，前几天急流刚进来，水太肥，他们吃撑了，加上排泄物和没吃完的籽料全沉在网箱底下，底泥发酵，水太浑，把他们给憋着了。有道理，人吃撑了，还得吃几片消食药呢。底下的粪便和烂泥不除，确实容易生病。二牛，去镇上的农资处给我拉30袋强效清底剂，要那种带工业碱的，劲儿越大越好。浩哥，那玩意儿杀伤力可大，平时都是清塘底才用的，现在鲍鱼还在网里，直接泼下去能行吗？你懂个屁！控制好量，这玩意儿就是化量，这玩意儿就是最好的杀菌药，能瞬间把底下的烂泥和细菌全烧干净，水一清，鲍鱼保准又能敞开肚皮吃。快去，耽误了老子交货，拿你10万！陆总，外围水深无情5米以下的区域，夜光藻和裸毛材的细胞密度已经突破了每升10万个，它们正在疯狂消耗水中的氧气。水体发红了吗？还没有。现在的密度处于临界状态，肉眼看过去水还是正常的颜色，但毒素已经在底层水域开始积聚。他在干什么？他在自取灭亡。赤潮藻类之所以致命，是因为它们的细胞壁内包裹着高倍的神经毒素，只要细胞壁不破裂，毒素释放的过程就是缓慢的。但他现在往海里倒卷碱清底剂，这种化学药剂会瞬间溶解赤潮藻类的细胞壁。您的意思是，他这一手等于把慢性的毒药直接催化成了烈性炸药？不仅如此，化学反应会瞬间抽干水底最后一点氧气。他亲手替死神扣下了扳机。都给我动作麻利点儿，顺着网箱边缘均匀的往下撒。耗子，这药劲儿是不是太猛了？要的就是这个劲儿，毒性越大，底下的烂泥烧得越干净。您就看着吧，明早这水绝对清凉透彻。
下洗底的成效。不可能！昨天还好好的，昨天我还拿到了定金，不可能！我的500万，我的500万啊！然而，死神的屠刀才刚刚举起，经过昨晚良剑的化学催化，孙浩网箱底部的毒素浓度已经突破了阈值的几百倍。这股混合着化学药剂、赤潮神经毒素和数百万尸水的黄褐色毒瘤，开始随着冷水湾缓慢的内循环洋流，向村子内部的养殖区扩散。毒水推进的速度很慢，一天只有几十米。海面上出现了一道肉眼可见的死亡分界线，一边是深蓝色的海水，一边是翻滚着白沫的铁锈红。上午10点，死亡线推到了李二牛的倾蟹养殖区。我的蟹，我借了10万块高丽地养的蟹呀！恐惧像实质化的瘟疫在冷水湾彻底蔓延，所有处于内湾的村民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他们站在各自的渔船上，面如死灰地盯着那条缓慢移动的死亡分界线。今天死李家，明天死王家，后天就轮到自己。这种看着死神步步逼近却逃无可逃的绝望，把所有人的心理防线按在地上反复碾压。是孙浩，是那个挨千刀的乱撒药，把毒水全催出来了。可现在追究责任已经晚了，整个冷水湾除了陆泽的钢铁堡垒，无一幸免。王总，王总，您听我解释，这是天灾，是赤潮进来了，不是我的货有问题。你给我点时间，我重新买苗，我一定把货给您补上。孙老板，你当我是来扶贫的吗？省城8家5星级酒店后天就要开办海鲜美食节，我的宣传海报已经贴满了大街小巷。你现在告诉我，货没了？孙浩，根据合同第4条第1款，因供货方原因导致绝收，无法按期交付，视为根本性违约。限你24小时内全额退还100万定金，3日内赔付300万违约金，合计400万。少1分钱，我的律师团队会立刻向法院申请冻结你和你父亲名下的所有资产，包括渔船、房产，甚至你们村的海域承包权。王老板，您高抬贵手啊！我们家世世代代打鱼，哪里拿得出400万啊？你宽限几个月，我们砸锅卖铁也还你。我是个生意人，不听故事，只看白纸黑字。明天这个时候我看不到100万的腿款，法庭见。那是陆泽的平台，王总，您别看了，那小子脑子有问题，里面养的全是垃圾。捞一个上来看看。王总，不污染，零药残，肉质密度极高，这是顶级特供的品质。整个省城市场半年没见过这种级别的货了。陆老板，这片网丛里的货有多少？8万只，我全要了，价格你开，只要能补上我后天的美食节缺口，价格好商量。陆总，这是协议。市场价1分不加，但我有3个条件。1分不加？陆老板，
现在可是卖方市场。你的条件是：第一，冷水湾出产的所有海鲜必须以深海堡垒的独立品牌进入你的5星级酒店，标注零药蝉生态认证，你不允许贴牌。第二，所有运输必须采用我指定的微电不活水冷链车，途中如果因为你的运输导致死亡，我不承担任何折损。第三，签下这份协议，从今往后，省城的高端市场渠道向我全面敞开，只认我的标准。陆老板的格局，王某佩服。这一幕落在不远处泥滩上的孙浩和村民眼里，却比当面扇他们几百个耳光还要残忍。同样的赤潮，同样的海水，他们瞎搞偏方，倾家荡产。而陆泽凭着科技壁垒，不仅地拿下了整个省城的独家供货权，还成了王总的座上宾。这种极致的反差让孙浩倍感屈辱。他死死盯着陆泽的身影，心底那股被逼入绝境的怨毒，终于冲破了理智的牢笼。二牛，打住！都给我过来！大王叔还喊啥呀？全完了，大伙儿全破产了。破产？你们就甘心这么破产？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凭什么咱们的鱼虾死绝了，他陆泽的黑金豹个个活蹦乱跳，还能签下独家大单？人家那是高科技，有那个什么电网。放屁的电网！你们动动脑子，这片海湾是个葫芦口，毒水进来了，总得有地方去吧？他陆泽把自己的地盘封得死死的，那些毒水流不过去，全被他的电网给挤回来了，挤到咱们的网箱里了。是他的高科技把死水全赶到了咱们这边。这套违反所有科学常识的歪理学说，在平时根本站不住脚，但此刻人在绝境中，最容易抓住的就是推卸责任的稻草。难怪毒水蔓延的这么快，原来是他在往外赶水。他不仅把毒水挤给咱们，还踩着咱们的尸骨去跟省城大老板签独家，这小兔崽子是在喝咱们的血啊！找他算账，让他赔钱。他不赔钱，大伙儿今天就砸了他的铁壳子。陆泽，滚出来！赔钱！你这个黑心肠的畜生！你的电网把毒水全赶到我们网池里了，你今天必须赔我们全村的损失，不然我们一把火烧了你这平台。对，必须赔钱，把王总给你的钱全拿出来分给大伙儿。说完了吗？陆泽，你少在这装横！大伙儿今天饭都没得吃，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看清楚上面的字。白纸黑字，是你们联名举报，逼我拆除生态防线，也是你们亲手画押，承诺拆除后的一切天灾人祸，责任自负。谁想要活水，谁就得喝这口毒水。怎么，按手印的时候一个个像抢钱一样，现在你们的鲍鱼死绝了，跑来找我当冤大头？那是你逼我们签的，那是霸王条款，法律根本不认。大家别信他的，就咬死是他的电网排毒。咱们砸进去把他的机器关了。所有人放下手里的工具，立刻退后。陆先生，接到您的实名报案和水质异常数据同步，省局连夜成立了调查组，
辛苦各位专家。最先出现异常死亡和源头爆发的就是那片网仓，我怀疑有人违规投放了烈性化学液剂。下探头，取底泥和底层水样，做氯酸酸和两碱的快速光谱分析。快速光谱分析。领导，没必要查了吧？这就是天灾，是赤潮，让开！妨碍执法，直接拘留！天灾！你管这叫天灾？这片水域的底层泥沙里检测出了严重超标的工业级次氯酸铵和强液残留。赤潮本身的毒素释放是非常缓慢的，根本不可能导致一夜之间连片死绝。是有人往海里大剂量倾倒了强效清底剂，化学试剂瞬间溶解了所有赤潮藻类的细胞壁，把慢性的生物毒素直接催化成了致命的化学毒弹。源头就在这艘船的正下方，顺着洋流，毒水才蔓延到了整个内湾。你们不仅害了自己，还亲手把整个冷水湾变成了毒气室，彻头彻尾的人祸。孙浩，你赔我家的鱼！你们干什么？别过来！大伙冷静，大伙有话好说。全都住手！往后退！谁敢动手？你李二牛！事情已经查清了，走法律程序。你们现在动手打人，那就是寻衅滋事，直接拘留。家里的烂摊子谁来收拾？二牛，放下！打死他有个屁用！打死他，你们的鱼能活过来吗？老村长说的对，打人解决不了问题。现在最致命的是交界处的物理防线被拆了，如果不立刻把海藻礁种回去，截断外海的毒水倒灌，这片冷水湾至少3年内寸草不生，彻底变成死海。3年死海，这4个字砸下来，村民们刚被压制下去的怒火，瞬间化作了更深层的极度恐慌。3年不能养殖，等于把全村老小的饭碗连根拔起。种，我们马上种。可是那海椒是陆泽培育的高科技品种，普通的烂海稻根本挡不住毒水啊！我可以种，我的基地冷库里备有一套成熟的生态混凝土海藻模块，下水就能成墙，3小时内截断毒瘤。但是成本费、加急施工费、技术专利费，一口价200万。200万，这也太多了。孙浩，防线是你逼着拆的，药也是你下的，这200万你出。我没钱，王老板还要我赔400万，我哪里还有200万？你镇上不是有套全款的新房吗？你那辆丰田霸道还在码头停着。今天晚上这笔钱不到账，海藻礁就种不下去。你不掏钱保住大家以后的活路，你和你爹也别想好过。我们几十口人天天坐你家门口看着你。孙浩，凡事有个轻重缓急，你欠我的400万，我会走法律程序。但今晚这200万的救命钱，你必须先拿出来平息民愤，否则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你那辆丰田霸道，
我按折旧死当收了30万，镇上的新房70万，凑个整100万。快点签字，钱马上中到账。我那车50万买的，房子花了120万，你这是明抢！嫌少？你问问外面那些拿扁账的乡亲们，他们同不同意你慢慢找买家？通知工程队立刻出港下水。是。成功了，终于成功了，保住了。毒水不再倒灌，内湾剩下的毒素靠大海的自净能力，2、3个月就能代谢掉。冷水湾的根子保住了。陆泽，你想踩着我的骨头当首富，我让你连本带利全吐出来！陆总，有未授权的活动物体正在靠近平台 C 区的承重柱底座，体积排除了大型鱼类，移动轨迹非常有目的性，直奔我们的主供电线缆槽去了。切入 C 区水下红外摄像矩阵。是。是孙浩，他疯了吗？那可是高压线缆，剪断的瞬间产生的电弧能在水下把它直接烧焦。他已经没有理智了，只有玉石俱焚的本能。陆总，我马上切断主供电，切换备用电源，绝不能让它破坏主线路。不用，既然他主动送上门来，我们就给他留个终生难忘的教训。启动猎杀仿生潜航器。准备收网。线缆槽的外层是凯夫拉防弹纤维和高强度钢丝网，他那把破剪子，剪件半个小也只能蹭掉一层皮。陆泽，同归于尽吧！补网收拢，拉出水面。孙浩，你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现在对你实施依法逮捕。阿四儿，误会，我儿子就是去游个泳。孙大夫，你儿子涉嫌破坏千万级别的深海科技设备，证据确凿，等待他的是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3年。3天后，我以80万最低价拍下了冷水湾东侧原孙氏养殖场及附属海域使用权。谁都知道那片海域底下全是被毒死的鲍鱼烂泥，接手就是个烂摊子。再过3天就是缴纳来年海域承包费的最后期限。可是现在的冷水湾家家户户网箱空空，连买米下锅的钱都捉襟见肘，更别提动辄大几万的承包费了。一旦交不上钱，海域就会被收回。小泽啊，村里大伙实在走投无路了，来年的承包费拿不出，海域眼看就要被收走。你看，你这高科技基地还缺不缺打杂的？大伙儿有一把子力气，只要管口饭吃，给点工钱保住海里的地就行。我这里是科技养殖基地，不是施粥棚，不需要打杂的。但是我需要合伙人。冷水湾的海况和洋流是天然的顶级渔场，大伙手里的海域连成一片，才能发挥最大的规模效益。这份协议，你们听清楚，我出资
替全村垫付未来5年的海域承包费，我出技术，免费提供经过生态改良的抗病菌种苗，我出设备，所有网箱的升级改造费用由我全包。那我们出什么？你们出人力，用你们名下的海域经营权入股。但是，我需要合伙人。冷水湾的海矿和洋流是天然的顶级渔场，大伙手里的海域连成一片，才能发挥最大的规模效应。但我有规矩，想入股，就必须彻底拔掉以前那些靠天吃食、偏方治病的烂根子。第一，全盘数字化，什么时候投喂，投多少少克饵料，这是什么意思？全部由主控室的电脑测算，所有人配备工业平板，按指令行事，哪怕差1克都不行。第二，绝对的无药化，任何未经化验室批准的化学抑剂、抗生素，哪怕是1滴，只要敢倒进海里，立刻开除出合作社，永不录用。第三，统一销售，无论行情好坏，合作社以高于市场价10%的保底价统一收购，年底结算，总利润按股分红。我李二牛以前就是个畜生，猪油蒙了心，听了孙浩那个王八蛋的挑拨来闹事儿。陆总，从今天起，您指动我绝不往西。你让我按电脑养，我绝不看老黄历，我签。我也签，这规矩是保命的规矩，谁敢不守，我王大柱第一个敲断他的腿，算我一个。各网区注意，B 区水质溶解氧数据已达峰值。3号无人投喂船已就位，准备进行精确投散。B 区收到，水下探头运作正常，平板数据同步完成，开始投喂。接网。绝了，真是绝了！老李，你们合作社这品控，现在在整个省城就是免检的金字招牌。省城那帮大老板为了订你们的一桌海鲜，得提前3个月排号。哈哈哈哈哈！王老板，那必须的，咱们这可是陆总亲自定的微电井生态标准，电脑算出来的投喂量，一点渣子都不掺。哈哈哈哈哈！过去这1年，大家都辛苦了，规矩守得好，海里自然会有回报。废话不多说，按股分红，念到名字的上台领钱。1号盘区组长李二牛，全年网箱零违规，优品率98.5%，基础分红加绩效奖金35万。陆总，站直了！这钱是你们用科学守规矩赚来的，干干净净，不用跪任何人。王大猪32万，刘铁柱28万。小泽，大伙儿昨天拿了钱，一晚上没睡着，买金买银显得咱们俗气。这双鞋是村里几个婶子连夜赶出来的，大伙儿说你带我们走的是正道，这正道得穿踏实的鞋。陆总，昨天拿了钱，我早上就把城里最好高中的戒毒费交了，我儿子不用再像我一样当文盲了。大柱也去镇上交了新渔船的首付，这日子有奔头。只要按规矩办事，以后的日子会更好。好水，好一片科技金海。陆泽，
这大半年来，冷水湾的水质数据每个月都在省局的监控大屏上刷新。你不仅用人工海藻胶彻底净化了这片海域，还建立了一套完全零污染、内循环的生态矩阵，这是教科书级别的近海农业复兴。陆老弟，现在省城的高端餐饮圈，深海堡垒这4个字就是通行证，全自动数字投喂，零药残认证。我那些挑剔的老主顾，现在只认冷水湾出产的货。你不仅砸碎了老旧养殖的饭碗，还硬生生造出了一个金饭碗。哈哈哈，这金饭碗不是我一个人造的，是整个冷水湾的合作社成员用千百次的标准化操作，一克一克投喂出来的。说得好。省里经过专题应用研究，决定将最高荣誉授予你。陆泽，你是一位真正的现代农业企业家。冷水湾的模式，下个月起将作为全省标杆，向沿海14个地市全面推广。好好。